Ray TV，大家见过了吗？我是 Ray，今天想跟大家来拍一支影片。为什么戴口罩呢？因为想说最近大家拍影片呢，很多人都习惯，即便他在家里戴口罩，就顺应这个潮流得戴一下口罩。没有啊，其实是因为护士没有光。没有啊，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它叫名称叫做 Demo 的一个真无线蓝牙的一个耳机。那这个耳机呢是一个厂商提供给我的。那在问的当下呢，他就是说之前看到有一些分享的影片，他觉得还不错。然后因为我之前也开了蛮多这一种蓝牙耳机的一个分享嘛，那我就跟他说，可以啊，我可以帮你看一个因为它基本上是无酬的，我没有收任何业配的费用，我是单纯就是把它拿来做开箱呢，就是我个人自己使用的心得这样子。然后呢，我再多拿一组，总共一组。我今天会开箱这一组，开箱完之后呢，跟大家做个简易的分享之后，然后这一组呢是想要拿来送给大家的。那至于抽奖方式呢，等晚点之后啊，我跟对方确认完之后，看要怎么做处理。因为基本上应该是在影片下方留言，然后再加上去他们粉丝团按个赞，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抽奖资格了。OK。这个我看起来是觉得还不错，它网页上说明了，感觉还蛮，以这个价位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 OK 的。但实际要我自己去听完之后呢，再去做分享，这个还蛮特别的，它还有一个蛮疗愈的功能的。他们包装啊，我觉得做的还蛮不错的，还蛮有质感的。那我在看这会不会是什么特殊的开口方式？因为它旁边开了这种很特别的锯齿状的，应该讲三角形的切边吧。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开启的方式，看样子好像没有。OK， 那它刚好整个外面它除了盒子之外，盒子蛮精致的之外呢，它有用成封膜把它封住。然后这里呢就简单的，它背面是这样子，它是一个真无线蓝牙耳机，然后这边有它的详细的说明，大家要不要看看这里？这应该会看得清楚一点的。就是这个款式呢叫做 Demon， 然后呢这个款式是黑色的，然后这个公司呢是益成资讯有限公司，然后这个蓝牙规格呢是蓝牙 5.1 的这个很重要哦。如果说你真的购买的话呢，建议有蓝牙 5.0 或 5.1 会比较好，因为它相对的话呢会比较省电，而且据说呢它连线的距离也比较稳定，而且距离可以拉得比较长一点。然后这待机时间呢可以待机到30天哦。那充电的时间呢是40到50分钟，可以让你使用6到8个小时，应该不止啊，因为6到8小时应该是单次的使用时间。那它的充电仓，像这种真无线蓝牙，就是耳机没电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插进去里面，然后再次充电哦。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它拆下来看看吧。OK， 我把它外盒拿下来了，它的外盒就设计这样子。感觉还不错啦，然后里面呢就一个蓝牙耳机的本体，然后再加上它的应该讲它的座充吧，它的一个充电盒，我把它拿下来，我一只手不好拿，拿下来了。然后这个是它的本体，我看一下。我在网络上看到呢，他说有一个不错，应该是按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旋转陀螺，就是按了之后它可以一直做旋转。那这个按不下去，等一下我研究看看，再跟大家做个分享。那我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东西里面有什么东西呢？里面呢有这个耳机的塞子，总共多给你3副，就可以依照你耳朵不同的大小去做更换。那盒量这应该本身上就有1个，所以总共附了8个。然后把东西拿出来，知道为什么了，因为这个耳机本体在这里。我刚刚以为是放在这个里面的，可是我就觉得，它怎么那么轻啊？不太像有东西的感觉。结果真的是没有东西，难怪刚不好按。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然后附一个充电线。那我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OK， 我们把里面东西拿出来了。其实这种东西都很简单，基本上就会有一个说明书，然后2个耳机的本体，加上一个充电座舱，然后加上一个耳机塞，加上一个传输线。那这个传输线，是 Type C 的，还不错。
因为现在有的还是旧款的旧款它还是用 micro USB 的话呢，它在充电上会比较没有那么的方便因为大家目前手机基本上差不多都已经换成 Type C 的这个接头了，然后所以呢，有支援 Type C 的话呢，会比较方便，充电就不用再多带一条线了。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它的附着的方式还蛮不错的，因为正常这种低单价的这种蓝牙机大部分呢不会采用到磁吸式的，这个呢是有采用磁吸式的，就是像这样子。那我现在我没有把它推进去，我是在这边放开，它就直接吸进去了。那拿出来呢，没办法那么要稍微出一点力再把它拿出来，它这样子放上去，它直接吸上去了。这个呢，我觉得真的非常方便尤其像这样子，我们在外面的时候，你丢进去就不用担心它可能卡不好之类的。基本上，因为我之前有用过这种充电式的可能你在放的时候，如果说没有放的比较正确的位置的话你就变成结果你放在包包里面以为充电头这帮耳机充电了，结果拿出来的时候呢，就发现没有充到电然后就是代表你的耳机放的位置稍微歪了一点点，它没有接触到这个充电点。那磁吸式呢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你磁吸它就直接吸上去了，然后就直接会采用充电。它目前显示红灯嘛，充电中。那我们现在呢把它转一下，然后接下来呢就可以看得到旁边这两个灯呢正在为这个耳机充电中，然后中间这个呢是充电的指示灯。正常来讲应该是你插上这种 Type C 充电之后，它会显示另外一种电灯OK， 那以上就是这样子。发现一个玩法还不错，大家有没有玩过旋转陀螺呢？它这个功能跟它也很像就是像这样子，旋转陀螺可以一直在旋。没有是开玩笑大家如果有兴趣无聊的话，也可以这样子玩来玩去的。然后接下来我就介绍一下它的耳机。耳机呢，它是采用触控式的，刚刚说明了，它除了原本这个耳机的这个耳塞之外呢，另外还有附给你3对，可以去做不同的替换，根据你的耳型做不同的替换。然后它的功能呢，都是采用这个触控式，而且它就是基本上只要离开座舱，离开这个充电仓，就会自动开机。然后你如果之前有连到蓝牙，它会自动帮你配对，自动连线。然后你如果把它这样子放到这个充电仓里面呢，然后它就会自动把它断线的，就是自动断线跟关机，就会让它变成一个完全无线在里面充电的。我觉得这个功能还不错因为虽然说这个功能并不是首见的，这个也蛮常见的只是说通常都是在单价比较高的蓝牙耳机上面，那单价比较低的话呢，比较少会有这样子功能。然后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触控模式好了。它这边呢有音乐场景这边，然后基本上呢就是按一下就可以控制音乐的暂停跟播放。然后呢你右耳轻轻的连碰2下就是音量增大键，然后左耳的话呢连续2下是音量减少键，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简单的功能那你右耳按住2秒钟的话呢，就会自动切换下一首。那其他功能大家如果有用到的话，可以再看一下它的一个相关的说明。这边基本上我是用不太到了，我大概就只用到这些音乐控制的功能而已。OK， 它的连接方式还蛮简单的，然后你就打开你的手机到蓝牙界面它就有一个 demo 的这个，然后点选它，然后就自动配对中，然后按下配对，这样子就可以完成第一次的配对。那之后呢，就是直接拿出来它就自动连线了，还蛮方便的。OK， 接下来就测试一下音质，给大家加一下不过比较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东西它很难去用现有设备，即使像一些专业级的那种评论音乐的那种，它也很难去录这个声音那我就只能用我耳朵听到感受跟大家做个简单的分享。那刚刚说到它有支援触控的模式嘛，那基本上呢，像这种在 YouTube 上播影片的话呢，像现在是静止状态下，然后点了一下它。不好意思，没点好，它就开始在播放了。那我把耳朵另外这个耳机戴起来，基
基本上呢，我觉得音质还不错。那我等一下测试一下，把它开到最大，看它音质。因为大部分比较差的蓝牙耳机呢，它大概到90%以上的声音的时候呢，耳机就会有很多奇怪的声音了。来，我们先把我现在呢，先调音量，现在大概是80%左右。那我往上调到最大声，那我们继续播放。那我目前呢，听起来的感觉呢，因为这种蓝牙耳机大部分没有办法像我拿另外一个我的常用的耳机给大家看一下。一般的真无线蓝牙耳机呢，没办法像这种耳罩式耳机啊的那么的推力那么大啦，那还有整个包覆性啊、抗噪性能都做得很好。但是呢，以这一种蓝牙耳机上，我觉得表现算是。不能说它是最好，但是有一般以上的水准的。因为你要考量到，1000多块这个价值的话呢，我是觉得，它很有这个符合这个价值哦，感觉是蛮足够的。我觉得它这个虽然是塑胶的没有错，可是它烤的质感，我认为还不错诶。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对一下胶给大家看一下，刚好怎么对不到焦？好，我拉远一点。好，这样就要焦了。它那个整个烤出来的质感啊，我觉得非常的棒，感觉还蛮棒的。OK， 就简单分享给大家一下。那这个呢，可能大家还是自己去听的感受会比较，会好很多啦。然后这个呢，就是今天要拿来抽奖给大家的。那我详细的，等一下我把胶对一下，对，好。然后详细方法呢，应该初步来讲应该是，我整个影片制作过程中啊，我最后还会再跟对方确认一下。那基本上呢，大概就是到他们的官方的粉丝团按赞一下。然后呢，在这支影片的下方留言，那留言留什么呢？我会写在下方的影片说明中。那，可能会自己让大家自己再加上一句话吧。那一句话之后呢，那我们就用随机抽出，然后因为他早上只给我一个，然后就想说再随机把这个东西抽给大家哦。OK， 那对了，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要跟大家说。这一家厂商还不错，它除了提供这个蓝牙耳机可以做开箱分享之外呢，它另外提供他们2个目前公司新推出的一个视讯盒，然后到时候呢，这2个也一样，我也出了一个跟蓝牙耳机一样，就是他们都有提供各一盒给我，然后呢，我就把它当成这个影片的那个抽奖的一个小分享礼物啦，给大家。那这个呢，这2个会拍成同一支影片，然后蓝牙会单独一支影片。那目前这个可能比较稍微晚一点，那我会先从这个开始抽。那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在底下留言给我哦。OK，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谢谢大家。